哎，大家伙早喽！2月2号星期日6点多，今天早在北京的东四环，一会儿就要去机场了。今天简单跑一跑，脚面还是热疼。先更正一个事儿啊，有在新加坡生活的小伙伴说，他们的公园是有直饮水的。我琢磨着也得有，但是那时候我在那生活，跑步，因为我没有太多本地的朋友。确实完全没发现，包括像大阪城这个直饮水，我也是去年才发现，而且是大河原先生去喝我才注意到。抱歉啊，但是关于家里的水龙头的水能不能直接喝这个事情，我们到那第一天，中介的那位女士，我们还特意问了她是不是水能直接喝，她说千万不要哦。这是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，因为决定要不要一会儿去买烧水壶。当时住在如切那边，而且还是一个还不错的公寓，这次回北京穿了好多不一样的鞋，今天一会儿跟大家简单聊聊这个啊，还是有点黑。跑这条路特别有感情，因为我刚开始跑20公里一天的时候，就是这条路，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的。那时候，就是有一天我说好久没有跑长的了，因为那时候每天就8公里、10公里最多了。我说第二天要跑个长的啊，然后第二天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前就规划路线，哎，就看这条路这样绕回家，正好20公里。后来呢，就是有一次我说第二天再跑一个长的，又跑这儿了。跑完以后我就想，第3天我能不能再多跑一天？同样的20公里，我就试了试。那时候想绝对不可能，因为那时候跑完一个半马，我得歇2天。但是它就可能了之后就变成了那样的训练逻辑。但是这条路平时电动车特别多。尤其是天亮了以后，我跑的时候都早。这次我没有带鞋回来，因为春节之前，收到了特步和闭麦的春节礼盒。特步那边呢是一双260X， 一双260X 2.0， 闭麦这边呢是就它这个3个不同定位的鞋，惊叹 Mix 2.0、惊叹 Fly 和惊叹3 Turbo。这个 Turbo 是我今天穿了 Turbo， 第一次穿，就这一双第一次穿，因为这次本来没打算穿，想留着新的回去跑大阪的全马用，但是今天脚面实在是疼。我回来穿了一次 260X 2.0， 就是那天在故宫穿那双绿的，剩下的都是那个 Mix 2闭麦的。好久不穿这种鞋了。这鞋的定位是什么呢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像闭麦的这3双，我的判断就是 Mix 适合很初阶的选手和大体重的人群。大体重就是我的判断啊，可能160斤以上。然后惊叹 Fly 呢，适合已经入门的，全程马拉松在4个小时或者是4个小时半以内的，体重就无所谓了。然后惊叹3 Turbo 这双鞋呢，差不多马拉松3小时45以内就没问题。但是如果体重太大，昨天我碰到一位先生，就是好像160多斤，他说觉得这鞋穿着软，我判断也是对的。那个体重踩这个鞋肯定就觉得软了，就正常吧。因为我一开始认为马拉松能跑到3小时45以内的不会有大胖子了，所以您可以按照这个范围来划分，看看自己选择什么。而且价格除了 Turbo 以外，另外2双好像特别便宜。然后特步那双鞋，为什么那天32公里穿了它？因为那个 Mix 2.0我穿实在是穿不出什么来，因为对我来说太重了。
然后不够有劲儿，对我来说，就是它不适合我这种能力了。那个特步那个 2.0X 2.0穿上去以后呢，其实和穿旗舰的竞速鞋就跑我现在这个配速，感觉不出太多差别了，也不重，它肯定是要比旗舰的竞速要重的，然后劲儿也有。但是呢，我的判断是，第一是北京太冷了，然后新鞋面太硬；第二是它因为它的定位是那双鞋定位，我的判断差不多马拉松3个半小时到4个半小时都没问题。它的定位可能偏保守，鞋面有些厚重，然后同时呢，它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碳板，反正是有板的，只不过它的那个板的，我个人认为倾斜的角度和力量，就是它那个造型啊，可能就我不适合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现在的技术动作基本上就像现在这个配速跑，我也是前掌落地，前掌发力，再快一点更是，就导致我的脚会往前撞那双鞋，然后鞋面它又稍微有点硬的话呢，正好你看落地和蹬地的时候脚掌是弯曲的，是有点折叠的，对吧？然后你再往前在相对的靠前侧发力和落地的时候，它正好那鞋面那儿呢又是弯折进去的，然后大拇指脚背上那根筋那关节那儿就会撞那个鞋面，导致轻微受伤。但是只有左脚，右脚没事儿，说明它不是一个问题，它是一个小隐患，也不一定每次穿都会那样，所以我还是决定把这双鞋带回去。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穿这些鞋的感受，我觉得人真的是一步一步的从弱变强，包括那天家里说吃涮羊肉，突然发现忘买香菜了，然后我说我去买吧，我就跑步前进去家马路对面的超市，穿着平常通勤走路的鞋，然后淘汰下来的特早的那个叫 Nike 的 Strike， 就没有板呢，那特早的鞋，我发现穿什么鞋跑起来我好像都还行了，不像前两年我的感觉是如果穿了一双不太有劲儿的鞋，跑起来特别难受。所以这也是这几年我训练也都尽量选择经济能承受的最好的鞋。我想的是训练还是舒适一点，因为本来训练就够累的了。当然也不是说现在穿上去就完全没区别，还是有，只不过呢，它已经被身体的变化所消解了一部分。所以这又是一个以年为时间计量单位的变化，以前真的不这样。所以我也明白了，对于初跑者和还不是很强大的小伙伴们，选一双合适自己的鞋是非常重要的。比方说像昨天碰到那位先生，可能160多斤，人高马大，然后马拉松是进了4个小时，但是我的判断是，如果再让我推荐他一次，可能就买更厚重一点的鞋，像精碳3 Turbo 这种，他就踩下去会有点软。他也说他比赛的时候穿的是特步那个鞋就硬，就像我神户马拉松之前分享的 10X 6.0 Pro 和当时的精碳3，我2选1的时候，当时我的顾虑，虽然后来证明对我来说那个顾虑是不存在的，但是总是要试嘛，对吧？所以我也帮大家试了那个精碳 Mix 2.0，2月10几号，好像是12号，在淘宝就上了。那鞋挺便宜的，但是我是这么认为，如果您的马拉松已经跑进了4个半小时，就果断买 Fly； 跑进了3小时45，果断买 Turbo 精碳3就好了。那双鞋就是慢跑或者大体重人群，那双鞋很稳定，
那双鞋的后掌比这个金奈三稳定了好几倍。那个你想滑倒都滑不倒，也不太会崴脚，那个支撑也特别好。那双鞋用料有点猛，所以这也让我看到了新时代这种类型的跑鞋的变化。像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是确实穿缓震鞋，那时候穿卡亚诺 SX， 那时候还是好像是卡亚诺10几，还没到20几呢。那个年代，那个时候的缓震技术讲究的是，我记得当时在世贸天阶店买的，那店可能现在都没有了，实体店买，那时候还网购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。店员就说，我问他，我说这鞋和那个另外一双有什么区别？他说这个鞋一个鸡蛋松手垫上去碎不了，那个就碎了。我记得原话是这么说的。那个年代的缓震是这样的，现在的缓震不一样了，现在的缓震更硬，但是它是一个整体的东西。这块会不会有点黑？如果黑就抱歉了。那时候讲究的是软，甚至那个时候还有人穿气垫鞋跑步。再后来就没有气垫鞋了，直到阿尔法 Fly， 对不对？现在是不是也只有阿尔法 Fly 有气垫，其他都没有？但是现在的这个面向新手的鞋，大体重人群的鞋，比那时候硬了，但是它整体的支撑和包裹更好了。就是时代不一样了，所以好多小伙伴都问我推荐不同的鞋，我说就买新不买旧吧。东西总是一代比一代，很多时候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代比一代强，个别时候不是。刚才那个摄像头没电了，换了一个，已经跑回来了。哎，又是北京冬天最后一次跑这条路，一会儿就出发了，去机场吃饭、剪辑、上传。今天下午的会员节目也已经上传完毕了。就总结一下鞋的问题，刚才没电之前不知道录了多少，就跟电子产品一样，我仍然建议买新不买旧。然后，与其说按照配速来划分，其实不如按照体重来划分。真的，就现在我这双真爱3 Turbo， 后来想了想，你说6分钟1公里能不能穿？能穿。我也有跑得慢的时候，比方说我们快到了，冷身，它也没有问题。但是让我现在这个体重和状态，你让我穿一双完全为新手设计、为大体重人群设计的鞋，或者是为慢速选手设计的鞋，我穿上，我跑6分，跟这双鞋跑6分哪个舒服？对我来说肯定是这个舒服，这是真心话。区别就在于支撑、包裹和缓震，而这3样其实我个人认为固然跟能力有关系。那能力是什么呢？就是肌肉力量、韧带、关节这些扛不扛得住。但是这些更多还是体重的原因。你这一步下去3、4倍的体重的力，体重越大越有影响。还是根据体重买鞋是更更有参考的。行吧，我到了，就住这楼里，这楼里一公寓。我还有100多米，12公里，那我们凑够12公里吧。明天是第4个训练日，明天还是会有节目，明天回复评论和弹幕。最后再次和那位有2位新加坡的小伙伴都发了评论，抱歉我确实叫什么盲人摸象，是没办法，在那儿的时间太短了。就像去日本，以前去过那么多次旅游，跟真正生活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和不一样的体会的。12公里。2月2号，大年初五，12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54，不到1个小时，58分钟。
想想以前想把12公里跑进60分钟，那时候就做梦一样，因为跑进60分钟就是5分的配速嘛。我特别能理解想跑进2小时50的小伙伴们，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心理的坎儿，它如果不是5分的配速，而是比方5分07，就没那么的可怕。就像好多想破4个小时的小伙伴，5分41、5分40，它不是一个整数。那想破2小时50，为什么好多小伙伴2小时51、52这么多年，就是觉得啊，配速进4分，跑3分59，它就跟4分03完全不一样，是这样的，真的是这样的。就像我一直说我的10公里和半马，那时候觉得也就这样了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说3分30是什么样子，觉得它是一个阶段，就这么回事。后边这个工体。这工体不知道修完以后有没有小伙伴进去过，里边什么样？我觉得跟以前站外边看没有太明显的区别。我就在工体看过2次球，就看过2次。别看我住那么近，那时候从小到大住的地方离工体就几百米。行，那这么着，在北京的最后一期了，找个亮一点的地儿跟大家道别。2022年蛇年的开头，在北京过了一个开心的新年。看到家人，见到朋友，有的朋友都是1年才见一次。见到故人还是很不一样的。街道有时候过去一辆车，声音很大；没有车的时候就很安静。这种感觉就是小时候过年的感觉。行吧，不多说了，一会儿启程去机场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明天大阪再见。